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上周应该是上周了，Hot Toys 公司刚刚出货的这一款也是出货预告及现货，直接是一个限量发售的一个方式。钢铁侠马克思幻彩这一款我觉得应该叫它幻彩灰吧会比较好一点。这一款可以看到是直接从香港的总店去购买的，然后人肉背回来的。众所周知，我对于幻彩的铁人呢，基本上是不怎么喜欢的。这是正好在香港所以呢就直接去店里面看一下，结果有现货就背回来一个，咱们来拍一下拿出来了以后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主体在灯光下真的是非常闪七彩。各种颜色闪烁在身上整体的一个基调呢，就是一个我感觉像水泥灰如果没有灯的情况下，看上去还是比较一般的。我个人觉得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幻彩的铁人里面，还是极地白是最帅就之前的那一个真的非常帅，而且现在价格起飞，对不对 ？OK， 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首先我在拿出主体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可惜。像这个东西我知道所有的这种幻彩的铁人或者是异色的，全都漆面，多多少少中奖几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但是没想到我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把胸甲取下来，这样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不对？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灯光打在这里，有没有？哎呀，一个小小的一个损伤，虽然说不是漆面划伤因为我摸上去的时候是一个很平整的一个表面，那这个应该就是涂装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涂装笔勾了一下什么的之类这个比较可惜了。而且这个中奖的地方正好还是在正面，所以在强光灯打下的情况下呢，就会非常的明显了。然后我们镜头再拉远距离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背部线条，沾指纹这是没办法的，所有的铁人，更别说换色的，一摸就是上手指纹然后这些漆面基本上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异色的地方然后它一样跟之前的马克思一样都是有爆甲结构的，但是这些地方呢漆面都是比较光滑的所以很容易蹭到。在你去把玩的时候，特别是开甲的情况下当心不要去弄到这两边边边角角的地方把漆面给蹭了，对不对？把玩的时候要当心，老玩家一般都知道然后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机械内构依然是给你做到的，里面还是有这个线路的一个涂装没有什么问题。翻下去的时候也得当心这东西玩死它真的神了。然后整个的主体开模应该是拿着一个老模具因为它所有的点亮结构，包括一些开甲的一些地方跟老的马克思没什么区别，特别是这边两边扰流板不能打开，这一点最起码我觉得是这个老模具来做的，纯纯的换色。好，然后背部我们来看一下扰流板的一个部分。这扰流板打开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机械内构那个打开，可以看到这两边里面的这一些涂装也是有一些幻彩，可以看到这灯光下一打，这一点内构也是做的不错的。上方这里的话呢，就是纯的一个灰色了没有任何的涂装细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内构也有幻彩的一个颜色，包括这一块细节方面的话呢，相对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背部扰流板把玩的时候也得当心，不要去蹭到这个表面的漆面，这东西真的是非常容易损伤，我觉得。头的部分面罩头，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前方没有什么重点的地方。特别是装电池的时候大家当心特别是这些地方，虽然说是磁吸的，千万别掉在地上这种
漆面啊，掉在地上有个小划痕，这真的很尴尬。就像颜色，对不对？颜色的话呢，基本上我也掉过啊，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哎，对，反面的内购啊，做的就一般了，感觉像玩万代这种喷涂的都知道，拿个喷漆喷枪，看了一下，就是啊，把之前的一根内部全部用油漆给涂满了。好，然后再来看一下肚子这里，一样这一块，包括这中段2个的一个可动方式，腿部一样有下拉结构，侧面的话呢就没有其他的爆甲了。脚部、底部。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传统的一些可动啊，看一下。首先啊，头部当然大家都知道啊，360 space 没问题，就是这一个脖子，可以看到它这个举动非常细腻。因为我这脖子一点重量都没有，所以你去动它的时候啊，真的我很担心它会蹭到漆面啊，所以活动空间尽量不要太大啊。抬头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低头差不多，对不对？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手臂来看一下，首先这个肩胛啊，可以看到这一段是没有任何可动的了，老的模具就是这样。内部一个关节，两边的肩泡，可以看到里面也有这个涂装内构，还是挺明显的吧？你在灯光下来打一下内部的这个细节，也是有涂装的。啊，然后看一下手臂往外拉伸，哎，有360度没有问题。往前倾，哎，也有一定的幅度。因为这里啊是一个软胶的，所以你绑完的时候不用担心随便，也不会去蹭到你这个玩具的区域。就是啊，它这个关节啊非常紧，手臂也有一个上抬的一个空间。抬举的话可以看到稍微有点松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在这来，反正都是有点松的，松松垮垮。手肘部分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手肘这里这两边的漆面基本上不会碰到一起啊，所以不用担心会蹭到，没任何问题。大臂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啊，但幅度不是很大，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干涉。这些可动呢，老玩家可以直接自己跳过了啊。看一下胸腰有没有这个拉伸啊，因为老版的铁人呢，基本上都有这个拉伸结构的。来看一下它的，哎，也有啊，拉伸了以后放。可能灯光下视频里面打出来没有那么闪，但是实物真的比视频当中起码要闪1倍，我个人觉得。拉伸了以后来看一下，首先从腰，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幅度很小，侧面，对吧？在一个安全不蹭漆的一个活动空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胸部这2块是没办法去拉伸的。我像现在新出的腿啊，基本上就是可以。好了，再压一下，关节还是非常紧，没什么问题。好，然后前胸甲这两边，后胸甲啊都也有展开的一个角落，北部也有一个下拉关节，但是我就不展示了啊。这我感觉下拉关节都是比较脆的，而且很紧。在不用下拉关节的情况下，你想往前踢，稍微掰一下，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距离。砸地是肯定能做的啊，往后也是极限距离在这样啊，不拉伸的情况下，不然的话就会蹭到漆面。大腿根部也有旋转空间，来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再看一下这边前后幅度，左右啊，左右的幅度不是特别大，还行。脚掌也有上抬，脚掌没有。
来看看有没有啊？仔细来看一下啊，有一点点的这个活动空间，不大，毕竟是老款的一个成图啊，所以身上的一些包夹结构啊还是比较少。我觉得要是用后期的这个马克思啊来做一下重涂的话，我觉得可玩性会更高一点啊。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就差不多啊，讲到这里了。充电方式啊，就不过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返回的色间、头灯、手臂，而且这一种安装方式，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新意啊，应该再重新改一下。像这个幻彩的一些漆面，你在拍这种地方的时候，万一有些磕碰或者是蹭到，真的很麻烦，很难看。好了，主体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包装跟配件方面。好了，兄弟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外包装啊。首先，它这个外包装的话呢，依然是有个牛皮纸运输箱啊，然后下边是它的产品编号，整个的重量还是挺沉的啊。我是一路从香港背回来，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打开看一下这个包装内部啊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我之前啊没有买过其他的一个幻彩啊，那我看下来好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只是图样有些不同。瞧一瞧，今天的这个二级市场的价格，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全新的话是2780啊，这个价格。好，我来全部看一下。好，这就是内部包装啊。这个好像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好看啊。它这一个正面造型，它不是用的这个主体的样子啊，是一个有点偏漫画风格的一个峰会啊。你看撕开，依然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包装啊，摸上去，哎呦，挺有质感。你可以看到包装上面这一颗颗啊，这些小东西啊，都是立体的，摸上去很有质感。好，然后我们来侧面来看一下，哎，抽出来瞧一瞧啊，配件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多少东西的，一样也是一个2层的一个包装，背部电池说明书啊，一个经典时尚小地台，还有一个镊子，然后一些武器配件。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正面，黑色泡沫棺材盒哦，打开了以后可以看到咱们的主体跟这个手型啊，哦，比我想象当中亮啊，哇，非常亮。但我不知道这个漆面有没有中奖啊？我们把主体拿出来吧。啊，可以看一下啊，啊，就这么一些东西。好了，外包装的话呢，就差不多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特别是配件的涂装，究竟做的如何？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配件。首先说明书啊，非常长条的一个说明书。本来配件也不多啊，但是可以看到啊，它里面的内容物很多。首先就是这个头灯跟胸灯的一个点亮方式啊，然后就是手臂，然后一些替换件，可以看一下手臂的这个贴附件都是老版的卡扣啊，这一点真的，我觉得把玩的时候非常不放心啊，很怕蹭到漆面啊。然后到这里手型的一个替换，然后啊，另外一些背部扰流板跟腿甲的一个展开方式，
胸腰的一个可动啊，背部前裙甲、后裙甲，然后腿部，然后大腿根部下拉关节啊，然后就是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包括这一个地台的一个点带方式。后面脚掌也是啊，它这个注意事项特别多，可以分别出就这么一些，然后电池一排，不像以前啊会给一个小盒子，现在电池专门放，然后把小镊子跟小螺丝啊单独放在了配件盒里面啊，然后是一个脱裆支架，幻彩的这个地台熟悉吧？啊，老样子，就是前面的这个名牌比较炫而已，但是能点亮还行吧，我会给一个经典时尚6边形，那都是。好，手型方面，首先一对发泡手，背部漆面都有做到，然后可动手这一块有可动的一个小关节啊，包括握拳手的那个3对啊，然后就是配件方面了。首先肩部的这个配件都是一个磁吸的，这两边这些漆面我觉得就做的非常好，不管在灯光下怎么打，它都很亮，而且一点瑕疵都没有，看上去非常舒服。这个肩炮也有这个活动空间啊，然后就是手臂的一些配件了，我们一个个来看啊。看这一个内部的这个构造也是有这个幻彩的这个漆面的，唯独没有的就是这一个啊。我觉得这一个做的还是比较的平淡，而且核膜线会非常的明显。我们拉近镜头来看一下，当中核膜线对吧？它是有点明显的，其他漆面的表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卡扣方式不是磁吸的，来看一下这一边内部构造，在灯光下打下来的话，看上去也是挺亮的。这边，然后最后一段，手上一共4个边啊，4块甲胄，内部也是有涂装。这一点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以看到啊，这些替换件手上这些导弹的这些地方啊，把玩的时候要当心，这些地方实际上很脆啊。之前就有很多玩家玩，就是老版的，不管是新版的、老版的马克4、马克6啊，这些地方如果一碰，真的很容易断。本来这个就是塑料，而且非常薄啊，所以把玩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当心，不要去弄坏了，也不要摔在地上。好，所有的配件啊，来就这么一点。啊，可玩性虽然说不高，本来这个幻彩啊就暂时，而且喜欢的兄弟呢，确实基本上把那个幻彩的马克4或者是其他的版本全都买齐，放在专门的一排柜子里面，还是挺帅的啊。然后镜头再切上，我们最后看一眼这个主体啊，实际上这一款主体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帅的，除了我这个中奖的这个漆面来说啊。但是我没有拍过极地白啊，不知道实物极地白是不是更帅一点。但我光看其他 UP 主的测评或者是照片来说，至今为止我觉得最帅的幻彩的铁人，如果你只想买一个，我当然推荐的是极地白啊。这一款的话它一般吧啊，就看之后的价格了。现在价格一直在回落，前几天我看是1800、1900的，现在是1700，不知道会不会往原价下面来调。啊，这个都不知道了。OK，本期的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要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本期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钢铁侠2马克4幻彩版本，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